马车呢？姑娘，真是对不住啊！进了齐长城之后啊，这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那马车就往人多的地方去，这我也没办法呀。行吧。啊，谢谢多谢姑娘。泰山山崩，宏村。为什么师傅会在这些地方出现？好多银子，有银子，太好了！坐好，走。住手！这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这吉昌城是没有王法了是吗？关你何事？滚！姑娘，他们要去伺候父王殿下。你们二人满口胡言。这苏王远在横京城，怎么会来这吉昌城做这种下流勾当？你知道什么？苏王今早就来吉昌城了。别啰嗦了，赶紧把人带走。走。等等。这样，你们把他放了，带我去。他这既不甘愿又吵吵闹闹的，到时候惹了苏王不开心多不好呀。我自愿去。她比这卖唱女姿色还好一些。姑娘，谢谢你。赶紧带路啊！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姓傅，其他的我自己跟王爷交代。尚大人，好。王爷，这10里长亭，连着弘福寺都被砸毁了。是啊。自皇上去年下旨以来，卑职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修建，从泰山脚下，沿着山路一路蜿蜒向上，亭盖和梁柱都是用白玉石堆砌，请了无数的工匠，还特意从京城请来了皇上御笔亲题的牌匾。只可惜啊，这才修了一半就，弘福寺也被砸毁了大半。都在石头下面埋着呢，还在慢慢的清理。哦，王爷这边请，小心脚下。怎么样？殿下英明，知道那尚开阳定会调配大量人手来玉华亭，而知府内无人看守，许家才可以轻易地盗取账本。只是，属下看了一下午，发现这账本没有丝毫问题。可能是属下眼拙，一时间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。没有问题，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属下也是有所怀疑。我们翻找了别的地方，可是没有找到别的账本。今日我在玉华亭发现了硫磺粉，又是硫磺粉。这尚开阳不惜炸山来掩盖真相，想必玉华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许家，你派人盯着尚开阳府，若真的有藏匿的账本，想必他们一定会露出马脚。既然寺中无人见过二姑娘和刘掌柜，但或许他们可能是中途改变了主意，去了其他地方呢。马车里也没有刘掌柜，他们又不在此地。蓉儿一定是撒谎了，她到底去哪里了？
可他离开时独身一人，并未被挟持，还有闲情让我给你带话，所以他应该是有事情要办。简直胡闹！万一真出事儿可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富二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既然她不在云罗寺，那我便先送你回京城吧。我会让其他人到处找找看的。也只能这样了，多谢小侯爷。不好，可能要下雨了，要不我们就在这儿住一晚吧？哎，怎么了？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哪来的大哥？怎么了？把车铃放下，别出来，快进去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傅姑娘这么狼狈的样子。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，我们还是回云罗寺吧。已经有一段距离了，走回去太远。这附近有个破庙，我们先避一避吧。殿下。殿下，有人假借你的名义强抢民女，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，所以我是来提醒你的。谁知道那两个家伙还把我给绑了，我也不认懂。
是你。你看得清我吗？什么味儿啊？不会是下春药了吧？真不知道谁要这样对付你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也有点头晕。蓉儿怎么在这里？主上，一切都已经妥当了。这女子为何是清醒的？浓墨，退下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我们好不容易将成王吸引到这里，若此次能够捉奸在床，势必可以让肃王受到惩罚。退下。是。文心，你记住。这世上谁都可以利用，唯独他不行。浓浓，小跟班，出来，出来。哦。出发吧。停！大人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出发吧。这。看来在屋内发生了很多故事，鞋都没来得及穿。罢了，到了京城我再给你买一双吧。没事。我奉皇上之命，来吉昌城视察，没想到我刚一到，就听说肃王屋内有一女子，我更没想到的是，那个女子就是你。不，都是误会，肯定是有人趁着这个特殊时间想要陷害肃王殿下。罢了，我当然相信你，我也不会误会。多亏你啊，要不然我这8张嘴我都数。休息吧。小侯爷，
我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可是我现在浑身湿漉漉的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不是也没看我吗？我这穿着衣服跟没穿衣服又有何差别？你无耻！我本来就是无耻之徒，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。我又不是真的说你无耻。不想我脱衣服，就给我戴钢帽了。你以为我会吃你这套吗？我才没有给你戴钢帽呢，还不是之前你自己说的。什么抱过的女人不计其数，并非我平白污蔑你。是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坐那么远干嘛？万一染上了风寒，那才是真麻烦。坐近点。放心，我不会看你，更不会轻薄你。你经常来云罗寺吗？你方才也看到了，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云罗寺点灯。我母亲生前最常去的就是云罗寺了。原来刚刚那个长明灯是为侯夫人所点。别喊她侯夫人，太侮辱她。信都侯那个人，不配和我母亲相提并论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？我外公把凤来仪给了我母亲当嫁妆。信都侯府看着光鲜，上下要打点维护的地方着实不少。我母亲不但要管理府中钟馗，还要经营、扩张凤来仪，十分疲惫。她本就体弱，操劳过度，更是大病小病不断。我看着难受，便主动提出替她跑腿，去其他城镇帮忙盯着凤来仪的扩张。凤来仪确实在其他城镇还有一些铺子。原来，这都是你经营的。是啊，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，哪里懂得那么多？无非就是仗着自己有些武艺，不让那些人吃太多油水罢了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的是徽州，耽搁了好几日。待我再回来之时，孽子回来了吗？他在哪儿？你也知道回来，还不跪下给你母亲磕头？母亲是怎么去的？你说清楚。萧大夫呢？我要知道母亲的死因。想知道死因，家法拿来！我就打死你！他死前还念叨着你，还想着你，孽畜！孽畜！打死你！哎呀，大公子，快坐。我交代你的那2件事情，赶快办了。一是把凤来仪的地契，
还有印章交给我。你母亲临死之前，最担心的就是你和凤来仪，知道吗？你对母亲起了杀心，是因为发现凤来仪居然这么能赚钱，但母亲却坚持自己打理，不肯交给你。你还真是个不孝之子啊！敢用剑指着你的老子，你简直是个不忠不孝的畜生！父亲，你配做我的父亲吗？当年你答应母亲不会有其他的妾室，却背叛诺言，明知母亲身子不好，却趁我离开带着这对母子入府。母亲被气得吐血，你还敢问我要凤来仪的地契？若母亲真的想把凤来仪交给你，怎么可能不告诉你京城凤来仪的地契？一直都在府里。如今母亲尸骨未寒，你便迫不及待地带着这对母子登堂入室，连她的什么乡下表亲都能入府当个管家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若你实在是不喜欢我和嫣儿，我们这就可以离开。住嘴！没你的事儿，走哪儿去？坐下吃饭。事到如今，你们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确实有人要走，但不是你们，是我和母亲。张耀成宠妾灭妻，无德无行，我与其父子之义就此断绝。从今往后，我承母姓，改名为吴白起。对不起。什么？之前在信都侯府说的那些话，都是我自以为是了。对不起。哎，不知者不罪，没什么好道歉的。更何况，若非是你之前那番话，我也不会去参选赵武校尉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那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应该好好道歉的。以后你少误会我2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是毕竟，你跟那个信都侯，毕竟身份差异还是很大的。如果你还是像上次那般这样对他的话，不但不能报仇，反倒还会给自己招来一身的污名。傅姑娘，我之前总说你古板迂腐，比书院里的那些老学究更让人头疼。但实际上，我真的觉得你和寻常女子极为不同。
没想到郡主这么快，在这半夜三更赶到。本郡主心系将士，自然是日夜兼程。我问你，苏王殿下是不是也住在此处？是的。好，那你先带我去见他吧。这半夜三更的，郡主让你带路，你带路便是，少啰嗦。是。守卫被人打晕，门还被锁上，真是荒谬！如果苏王哥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们所有人一起陪葬。苏王哥哥。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会在此？为何手里拿着双绣花鞋？这是我新绣的鞋，想拿给苏王哥哥看，好不好看？是你？是我啊。怎么了？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你在找什么啊？苏王哥哥，果然是迷烟。迷烟？有人在我进屋之后，向屋内放了迷烟，安排我和女子同房。只是这女子……什么？我要去找他们算账，让他们彻查吉昌府的每一个守卫。你先离开，我自行去调查。那好吧，那苏王哥哥，你好好休息。郡主，烧了。是，可是这鞋子是……这一定是那个女子留下来的，只是不知道怎么给逃了。苏王哥哥看起来也不清楚此事。你赶快把鞋给烧了，再也不许提起此事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果然，他们已经很小心了，但书房中还是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这账本，我们为他们准备多时了。在玉华亭和弘福寺没有半点收获，账本也没有问题。看来这位肃王殿下得无功而返了。不过，在他们离开之前，我们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。真正的账本，你确定藏好了？大人放心，
他们恐怕是想破头也想不到，这真正的账本就在这地窖之中。嘘，大人不必如此紧张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那真正的账本也内有玄机。此次啊，只待那肃王离去，咱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好。你是什么人？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拦住所有出口，别让任何人溜走。三哥，三哥此时不应该在千里外的皇陵吗？老四，你身为皇子，身负皇命，却不顾百姓安危、江山社稷，于斋戒内寻欢淫乐，实在是太不把父皇的话放在心上了。恐怕已经触怒了天神，为兄啊，不得已得把你押解回京。将今日所见的事实如实禀告给父皇，别遮着藏着了，让我来看看。搜，赶紧搜，这屋子里一定有人。说得对，搜。给成王殿下好好的搜。苏王哥哥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搜！成王殿下千里迢迢的把你们几个狗腿子带来吉昌城。不就是铁了心的要陷害苏王哥哥吗？你为了诬陷兄弟，连皇上交代的事都敢不好好办，擅离皇陵。我也要把今日所见向皇上如实禀告。三哥，你尽管搜，搜出什么来，我自会向父皇请罪。
要是搜不出来呢？三哥，你这个擅离皇陵，污蔑兄弟，那我也只能向父皇实说了。殿下，哦，本王还约了人喝茶聊天，差点忘了。老四，我就先告辞了，啊，喝茶，聊天。你没事吧？咱们待会儿去哪儿喝茶呀？喝什么茶？赶紧回去。无耻，简直是无耻！这成王远在千里之外，居然还不忘用这种低劣手段来陷害殿下。可最奇怪的是，这上开阳见到成王，比我们还惊讶。与成王串通之人，应当不是上开阳。属下也是这么想的。若是上开阳与成王早有勾结，那说不定这次的阴谋还真能得逞。成王的事情，可以回京之后慢慢处理。最要紧的是先解决山崩之事。虽然找到了他们藏匿的账本，但是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啊。还不是赖你啊！要不是你放走了那个人，技不如人。殿下，你要罚就罚吧。殿下，属下仔细地研究过那个账本，上面的账目没有任何问题，唯一可疑的地方是，它上面记载着，建造玉华亭的工匠是换了一批又一批，给的理由倒是也很充分。说是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若不时时更换工匠的话，怕有人会活活的累死。在这个上面的花费，倒也没什么问题。这个账本的问题，不是出现在数字上，而是出现在文字上。终于回来了，你先赶紧进去洗个热水澡，喝些姜茶，千万别染了风寒。你也是。也不知道这傅二姑娘回来了没有。这府内外一片安静，肯定是没回来。放心吧，我会再派人找找看的。多谢夏侯爷。你要真想谢我，就去凤来帮我管账啊。好啊。你还真同意啊？上回你不是说要去也是去如意楼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为难你的，你也不用谢我，只需帮我保守秘密即可。昨夜同你说的话，你不许告诉任何人。你放心，自然不会告诉别人。拉钩。夏侯爷，这也太……怎么，又要说我幼稚啊？快进去吧。傅姑娘，
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就想喊喊你。好啦，你快回去吧。